来个新玩具吧，看外包装也知道是哪一家了啊！这个放大版的魔改版的大力神，编号 MT05。当然，这个 MT 和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第三方的 MT 是不一样的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一个极简的风格，黑底儿白字儿，两边都一样。纸品方面一份说明书，这回这个变形纸是有点意思，因为它最后并没有给你指示一个正确的合体形态。但是它给你变成一个这样的形态，其实感觉还是挺萌的，瞬间觉得有点像电影里会出现的某个角色吧。然后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吧，这一款呢就是放大精图版，但是并没有加什么合金件的一款电影造型 SS 改版的大力神了。车型是非常大的，大力神的搅拌大师作为头部吧，其实有一些地方的细节处理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尤其我们整车来看，这一身涂装首先就是很漂亮的，不同于官方 SS 原先的一个版本。SS 的版本是偏咖啡色一点，或者说稍微偏灰度一点的色阶吧。这一次的这一款放大精图版呢，它纯黑色的车体，然后上边有这种金属漆的涂装，很漂亮，可以说很不错。造型方面，我觉得这个两个轮子好像之前的版本是没有的，因为年久了吧。感觉这两块是新加入的，也是为了一个还原造型。所有的轮胎其实都是橡胶轮胎，包括这个备胎也是啊，可以抠下来，所以质感什么的很棒。轮毂做的很漂亮，再加上正面这里的一些涂装点缀，还有细节的雕琢，包括前边搅拌大师车头这个有一个霸天虎标志的狗狗啊，自然这个霸天虎标志不会刻画的很细致，但是大概的样子是有了。磨砂玻璃的涂装真的挺漂亮的，不得不说啊。当然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厂子，他们家这涂装是真的给力啊。那车型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为了方便变形吧，我们直接先来做一个合体形态的演示啊。哎，对，推车还是很不错的，六轮着地，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，六轮着地滚动也是很不错的。首先，其实这一块的变形和官方原版的差不多。我们把这里所有的卡扣都抠开，这个其实是非常紧的，因为所有的卡扣都上了7码。而且中间连接咬合的地方特别的多。我们把它先分成4个部分，这里也打开，双关节先折动起来。放在这里备用，而且里边的内构这里也喷了这种金属漆的涂装。从这个地方忘开拆，直接抠开就行了。然后 V 字折叠，先腾开更多的空间。我们把下半个搅拌大师的罐子折出来，这2个嘛就往后搭了，折回来就行。这回这个地方是多加了一个关节啊，我们把它收成这个样子吧。因为说明书也没有具体的写这个地方要折到什么幅度啊，我就按感觉来吧。好，另外的一边搅拌筒子打开，注意一下根部的最后一段关节，这里是一个梯形的滑扣，把这个地方划开，手指头卷进去，把这个卷成这样，然后脱开这个地方的扣子，一个双关节翻转，折到外面来。这里贴很好才好。上边我们先准备成这个样子，下方这里我们往下折一点点角度，然后从这个孔洞调整到这个孔洞进行一个安插。这个地方因为漆太厚了，所以有一些转轴还是比较生涩的。好，先把这半边插回来，然后这里的半个再密合。接着我们把上方滚筒所有的卡扣中间都闭合好，结合到一起。然后就是几个比较难锁的地方了，注意调整角度啊。这里的一个梯形滑扣调好了，我们把它滑过来。接着脚尖这里的一个滑道锁到这个洞洞里，折起来，我们把这里滑住。
形成一个环形的支撑，就把它撑起来。另外一边也是，好，闭合，这里滑道卡住，现在就环形全部支撑好。后方这个滚筒呢，我个人的喜好啊，我喜欢双折叠，把它提到前方来，放在这里备用，这样会好看一些嘛。然后前方这里是和 SS 版本差不多的拆车头，把它撅下来，这个时候就露出来里边很漂亮的大脑袋。当然，这一步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车头插到后边的这两个大方孔里，把后方这里进行一个连接固定，压平，然后把这一块往里卷，卷进来，两个备胎也露出来，刚好折叠，放在这儿。其实这个层次感堆起来还挺好看的啊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。接着就是这一次改动比较大的头部了，合体的头部啊。先把这一块立起来，当然烟囱这里往外撇一点点，然后翻起这两个盖子。原先 SS 版这两个盖子是没有涂装的，这回做了很漂亮的分色处理。SS 原先板件上面刻画细节很好啊，但是就是少了涂装，这回涂出来就更漂亮了。接着我们把嘴里的这半边打开，其实可以看到里边有一个类似于滚筒的泡吧，也是相当于大力神嘴里的那个吸尘器啊。所以呢，你变成大力神头部的时候，可以来回的替换，变成嗓子里边的这个泡管、吸尘器管子也可以，也可以旋转180度，变成两排金色的大黄牙。下颚这里拉出来，然后面门拉出来。那这个头就漂亮很多了。闭上嘴以后，牙缝也可以咬在一起。张开嘴以后，也可以张到一个很大的幅度。同时，你还可以把这个吸尘器放进来。好了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合体样式了。来看一下细节，这张脸还是真的涂得非常漂亮的。金属漆的打底让这个质感非常的强烈，红色和白色的点缀，还有这些金黄色还有深黑色的一些涂点的细节，真的帅啊！作为一款简易变形的玩具，当时官方 SS 大力神设定的是8+玩具线嘛，现在这么看起来，这个美观程度也不亚于一些价格很高的第三方的一些细节了嘛。而且整体来说的尺寸是非常大的，这个身高的尺寸，我觉得单体来说，这个车型啊，基本上也能达到一个 MPM 的尺寸了。那我们拿一个 SS 原尺寸大小的大力神成员摆在这里看一下效果，大家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出来这颗头有多大了，非常恐怖的一个尺寸啊，都是。而且这个涂装了细节的刻画什么真漂亮，也真的像2号机，就 EVA 的嘛。接着我们继续来变形，把它变成人形，来看一看效果展示吧。头部先全部的变回去，合体的零件收纳好。模具尺寸的精度什么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因为上了漆以后，它为了效果好看，这些漆上的很厚，所以有一些卡扣了、转轴了什么的，会觉得特别的紧。这一块我们就不用管它了，依次的往开来拆。腿部2个滑道的卡扣，脚丫子翻出来，先腾开空间吧，然后这里左右所有的卡扣拆开，直接再把这个地方中间锁定的位置打松，打松，翻一个90度过来。好了，然后延展出来。因为尺寸很大嘛，所以很占空间啊。其实现在变到腿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了脚底这里是专门设计了新的接地关节啊，
让它站立起来比较稳固。然后把这2个小爪子翻开，接着车头往后翻，2个烟囱腾开空间，跟这里立起来，摆成一个斜着的角度吧。好，这样。这里转一下，手臂佝偻过来，这一块翻折过来，爪子伸出来。这回爪子里边做了多段的关节，这个应该也是改动的一些地方了。尖头的这块造型件翻好，另外的一边也是，这里收到里边翻起来，这个地方要转一下，转过来，然后这一半包过来，爪子放好，这里脱开这里的关节。好了，最后做一些小细节的调整后，这一款搅拌大师的人形变完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样子也不错嘛，但是我个人吧，还是更喜欢把这2个立起来的感觉啊。这个我觉得由个人的喜好来吧，你觉得怎么帅怎么来就行了。攻击性强一点，腿部这里就摆成一个曲起来的关节啊，而且这回做了脚部的接地关节以后，你打开摆一些造型了什么的，也会更好看一些。大腿根部这里其实也有旋转，就是背包这里因为太重了，后背背了这一大坨，所以你在摆造型的时候注意弯点腰往前倾。反正电影造型的霸天虎嘛，做这种怪兽一样的姿势问题也不大的。而且这个样子把头抬起来，歪着点脑袋。尤其 SS 的这个板件刻画是真的好，它的底子非常不错，但就因为官方省了一层漆以后，所以呢它的一些细节根本就看不出来。这一回把这些涂装都上以后，那效果就更不错了。我们给单体搅拌大师的头雕来一个特写，其实也挺好看的，涂得很不错啊，包括后脑勺这个地方甚至也有了涂装，非常的漂亮。反正就目前来看吧，这一套放大加精涂装的大力神最终组合完的效果呢，现在其实可以预计一下，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。同时之前我们看过前几款的介绍的时候，也发现它增加了那个胯下那2个淡淡的链球，而且还有一些爪钩了、真实的锁链了什么的也融入了起来。那这一套最终组合的效果，其实个头又大，涂装又华丽，再加上以前 SS 原版本身设计很好，但是又缺失的一些细节和它的一些配件都融入加了起来。这套组合完了以后，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一个怎样华丽的画面了。而且总的来说嘛，毕竟是一套 KO 的产品，价格也不算太贵，尺寸很大，摆在家里边，涂装又漂亮，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所以呢，这一款啊，就目前来说，我觉得唯一有一点小遗憾，搅拌大师你最后变成了合体的大力神的头部，如果能在眼部这些位置增加一些灯光的效果，那就更好了。其实这一家加灯光效果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他们之前出了多少的产品都是头部有灯的。那看这一回可能也是因为大力神要把面部整个缩在车头里边吧，没有空间去做了。假设将来如果在合体的时候能增加一点点小配件，或者说你变成大力神的头以后，中间脑子地方就空出来了，如果能加一个发光模组进去，让眼睛或者说嘴巴这些地方都亮起来，嘴巴张开吸尘器往里吸东西的时候，如果再能增加一些音效的效果，那岂不是更美哉了？所以呢，它这个脑袋的空间最后合体完了以后，整个里边的颅骨空的，完全有可能把这些小噱头加进去。也是想想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朋友们开发一些小的配件啊，增加一些灯光模组发生的效果，让这套大力神更加的漂亮。那这一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本身的模具底子设计很好，但官方成本的控制让本来很精彩的一个板件刻画展示不出来效果。这些 KO 厂放大精涂装了以后呢，才能展现出来原始设计更多的魅力。
这也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又遗憾又觉得很可笑、很嘲讽的一个点吧。如果官方自己也能做成这样的素质、这样的水准的话，谁会去买 KO 呢？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也是期待着这套大力神最终什么时候能合体起来的那一天吧。